台军本周及下周用5天试射无限高导弹。在台军的导弹体系里，雄升导弹和天宫3一攻一守，是台军所谓反制大陆梦的重要武器。不过，台军演训事故频发，兵役延长问题更是成了烫手山芋。国台办此前就曾正告蔡英文及民进党当局，台独是绝路，外人靠不住，妄图以美谋独，注定落空。幻想以武谋独，更是利令智昏，只会加速灭亡。岛内媒体报道，台湾地区研究武器装备与军事技术发展的核心机构中山科学院，在21号、22号、23号、28号和29号共计5天，于台湾岛东南部海空域进行实弹射击，试射无限高导弹。台湾渔业部门公告的射击通报显示，这一波实弹射击警戒区域从台湾本岛台东太麻里以南至屏东恒春，并向东延伸至绿岛及兰屿，直线距离超过200公里。最大弹道高度无限高，海空域关闭。台湾地区所称的无限高射弹是有点出于保密故弄玄虚的称呼。目前台湾地区的中山科学院研究主要有天宫系列的防空导弹、雄风系列的反舰导弹，以及在此基础上改进的巡航导弹，另外还有天剑系列近程防空导弹等。从所谓无限高这个词，基本可以判断这次试射的还是以天宫和雄风导弹为主。今年8月18号，台军朝台岛东部区域试射无限高导弹，这也是解放军绕台岛军演后，台军首度发射无限高导弹。岛内某些人本以为这是对解放军演习的回击，没想到却搞砸了。就在前来现场观摩的台湾民众面前，一枚导弹升空后随即落入海中，试射失败。台湾上报报道称，这次试射进行天宫3增程型防空导弹的作战测评，失败原因是导弹第1级点火升空后，第2级的固体燃料发动机未能及时启动。上报早在2020年就曾报道过，天宫3增程型导弹当年多次测试都宣告失败，甚至把年度计划内的靶弹都打完了，还是没有能拦截成功，而且每次测试后检讨也无法解决问题。据台媒报道，天宫3最大射程为200公里，射高45公里。台军共采购了12套天宫3系统，接下来将在岛内整建17处导弹发射阵地。台空军司令部声称，天宫3可拦截固定翼飞机、巡航导弹与短程弹道导弹，负责执行联合防空与导弹防御任务。除了天宫3防空导弹，台军最受瞩目的是已完成部署的雄风21巡航导弹的射程升级版雄升导弹。今年3月，台军曾向台立法机构提交一份书面报告，内容中首度证实，代号为雄升导弹是地对地巡航导弹，属远距离精准打击武器，其射程最远可达1200公里，打击范围可延伸至大陆内陆，具备所谓源头打击战力。根据台军4月份提交的报告显示，目前岛内相关机构已具备量产雄升导弹的能力，并披露此导弹有高爆、散撒2种弹头，可以所谓有效反制解放军指挥所掩体等。过去几年，它整个研发过程中，那么中间这样一个包括试射的问题，包括研发的弊案，都是不断的出现。那么这也证明了，实际上这个东西它更多的是一种这个台湾军政当局内部由于一些政治利益的需要，那么他去推动的这样一个政治性的一个产品。那么不管是从军事上还是从技术上，台湾现在都没有明确的一个具体的一个需求，或者说一个能力去实现对于这样一个武器的一个熟练的掌握和运用。那么对于大陆而言，那么实际上我们看到台军现在试射所谓的无限高导弹，那么它在军事上和战术上实际的作用是并不明显。针对民进党当局各种以武谋独的图谋，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曾表示，民进党当局公然对大陆进行赤裸裸的军事威胁和挑衅，不自量力，企图勾连外部势力以武谋独，加剧台海紧张，只会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难，最终必然是死路一条。不过，台军在演训中事故频发，让蔡英文当局以武谋独的信心受挫。11月25号，台空军第6联队屏东基地一架12K 预警机在实施例行训练任务时，以机腹着地冲出跑道，最后偏离跑道，机尾起火，受损严重。经过近1个月的调查，台空军司令部日前得出结论，台军预警机机腹着地竟然是飞行员忘了放起落架导致。
调查小组分析座舱内飞行记录仪及通话记录器后发现，当时2名飞行员虽然依照程序进行口头交互检查，但是念完后手却没动，口手不一，忘了放起落架。且因为当时正模拟起落架失效重飞，飞行员疑似突然分心，未注意警告信号，而地面飞辅室执勤人员也未提醒，从而导致这起意外。诡异的是，这架编号2503的 12K 预警机10多年前曾在屏东发生同样事故，当时飞行员驾机降落时也忘记放起落架。台湾空军不但耗资20亿新台币维修，且特别研发起落架示警装置，以防飞行员再发生同一状况。不料10多年后仍再出现同一问题，导致机体再度严重损伤。由于维修价格高昂，台军方可能将受损机作为教育机，不再维修。台媒报道，台军目前有6架 12K 预警机，若少1架轮替，台空军6联队的空中勤务将更加沉重。民进党在早前的岛内9合1选举惨败后，兵役延长问题成了烫手山芋。一方面，蔡英文当局为了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不敢得罪年轻人。与此同时，美国施压又使兵役延长问题箭在弦上。台军方日前预告年底前公布兵役延长方案，距离摊牌时刻只剩不到10天，政策至今仍未明朗。岛内媒体报道称，民进党当局将于下周召开安全高层会议，就相关方案及配套讨论定案后再公布。目前，台湾役男仅需服4个月的军事训练役，年轻人大多反对兵役延长。台湾远见民意研究调查最新民调显示，若两岸开战，仅有 39.2% 的民众愿意亲自或让家人上战场，最不愿意上战场的族群为20至29岁年轻人。香港中评社的分析认为，美国意志与选票就如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民进党究竟选择哪一样？到了要做决定的时候，既然役期延长是美方的要求，蔡当局最终可能咬牙也要推，其结果将是年轻人选票继续流失，成为压垮民进党的那根稻草。他同时遭受了内外2部分的压力，一部分压力来自于美国，我们另外一方面那个压力在于民进党党内现在有这样一个接班的这样一个权力的一个争夺。那么很多反蔡的这样一些力量，现在是不断的推动这样一个议题，就是希望能够蔡英文在他自己下台之前，能够快速的把这个事情给敲定。那么这样的话，由蔡英文当局来去承担民进党处理这个事情所引发的这样一个民意的后坐力，而给后续可能给他接班的，比如赖清德，营造一个更为宽松的空间。这是我们看到，所以蔡英文当局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他遭遇着内外多重的这样一个压力，会让他非常的一个棘手。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孙兴杰。孙先生您好。民进党在最近举行的9合1选举中全面溃败，蔡英文的施政声望跌破44个月新低。他表示要进行全面检讨，您对此怎么看？在选举结果出来当天晚上，蔡英文就宣布辞去党主席，算是一个姿态吧。但是民进党输成这个样子，蔡英文辞职就可以摆脱责任吗？显然是非常不够的。无论对于民进党党内还是对台湾民众，蔡英文都要有一个交代。在最近呢，蔡英文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似乎是要全面检讨这一失败，但是呢，似乎又没说到点子上去。民众的反应也是非常的不满。首先呢，蔡英文承认民进党的溃败，但是似乎又是轻描淡写，也就是说呢，选举失败是正常的，之前也有过，只要做出调整就可以扭转颓势，这是非常明显的脱责。在这个过程中呢，他还不忘标榜自己的政绩。台湾的经济社会的成绩在数字上是很好看的，但是跟民众的实际感受呢，可能还有一些差别。其次，蔡英文需要甩锅，他承认执政团队需要严肃对待，需要检讨、整队、前进。也就是说，责任不是蔡英文一个人的，而是团队的。既然如此呢，蔡英文是不是就需要调整行政团队呢？苏贞昌下台已经形成了呼声，虽然蔡英文还没有做出决定，但是必须有人为这次失败承担责任。至于说苏贞昌的位置由谁来做，可能是下一步民进党党内博弈的焦点。蔡英文和民进党这几年呢，一直在炒作所谓抗中保台。8月份呢，佩洛西窜访台湾，引起了台海局势紧张。按照蔡英文的盘算，两岸关系紧张甚至是危机，应该会给民进党带来好处才是。选举的结果打了蔡英文的脸，这说明这张牌不好用了，适得其反。
我们看到，蔡英文一边表示要全面检讨，一边仍在走以武谋独的老路。除了台军试射无限高导弹之外，蔡英文当局还有意延长兵役期，以缓解兵力不足的问题，但是遭到一些必须服兵役的年轻人的反对。您怎么看？需要服兵役的人会赞成延长兵役期，其实呢，就是把别人当成了自己的成本，风险和收益不匹配呢，必然会产生这样的现象。而要承担责任和风险的人，当然不愿意为他人做嫁衣裳。之前的选举已经给出了答案，年轻人不愿意配合蔡英文当局继续玩这个游戏了。如果蔡英文当局一意孤行延长兵役期，那么下次选举可能还是大败。第一个问题呢，蔡英文当局不断炒作大陆的威胁，以此进行政治动员，甚至以武拒统。这里面有2个问题。第一个呢，大陆一直强调维持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尽最大努力去争取和平统一，反对任何分裂行径。其实说得很清楚了，蔡英文当局不触碰反分裂国家法，两岸的和平稳定的局面就能够维持。是蔡英文当局在挑战和改变台海现状，反而倒打一耙，炒作解放军的威胁。第二，蔡英文当局本来将两岸话题呢作为一个筹码，但是演得太入戏了，就难以自拔了。尤其是俄乌冲突之后，蔡英文当局收获了一大波所谓的同情，但是最后的剧情超出了蔡英文当局的把控。既然你自己感到威胁来临，那就要自己保护自己，先把兵役延长。由此，蔡英文当局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困境。为了应对自己炒作出来的威胁，难道要延长兵役期？第二个问题是美国假戏真做，把蔡英文当局当成了一个大棋子。既然台湾在炒作大陆威胁，那就向台湾出售武器，同时以所谓保护台湾安全让台湾大出血，包括半导体产业。台积电在美国的巨额投资，不只是因为台积电产业发展的需要，更是在美国压力之下的被动之举。蔡英文当局的这出大戏付出了巨大的而且看不到尽头的代价。美国在2023年预算案中写入了涉台条款，但是并没有无偿援助，只是在画大饼，继续敲诈台湾当局。无论从两岸关系还是中美关系的大局来看，台海和平稳定的局面是符合各方利益和愿望的，以武拒统是不可能的。大陆威胁这张牌，蔡英文和民进党已经玩过头了，也可以说聪明反被聪明误，形势比人强。两岸关系最终还是要回到和平统一的潮流之中。大浪淘沙，民进党的此次惨败只是给蔡英文提了个醒，凡事都要有个度。好的，谢谢孙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